各位早，今天是2024年的5月23号，欢迎大家在早晨7点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我是子龙。各位早上好，我是盛楠。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云南省党政代表团在沪考察，陈吉宁参加相关活动，共商两地合作交流大计，携手打造东西部协作新典范。首期30年特别国债延续一级市场认购火热情况。上市首日因大涨2次触发临停，收盘前回归理性价位。新政后楼市活跃度明显上升，5月以来，上海二手房网签量超过1.1万套，上周交易量环比前一周上涨25%。香港政府公布下半年上百项文旅活动清单，期望全年能有5000万旅客访港。新加坡航空事故住院治疗的 ICU 伤者中有1人来自中国香港，严重气流或由雷暴引发。伊朗总统莱西等直升机事故罹难者告别仪式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官方披露坠机细节，直升机遭遇云团后失踪。21号到22号，云南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率云南省党政代表团在沪考察。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参加相关活动，共商两地合作交流大计，共推沪滇协作工作，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发展大局。云南省党政代表团抵沪后的考察首站来到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深入了解上海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探索实践。两地同志认真听取讲解，查看国家战略图景，端详城市更新案例，了解新城建设思路，展开交流讨论。大家表示，深化沪滇协作，不仅要抓好一个个具体项目的谋划对接，更要加强规划理念、经验做法的学习互鉴，要立足各自发展定位和目标任务，做好优势互补、发展互动、政策互通、市场互联等大文章，把对口支援和合作交流各项工作不断推向深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加快乡村振兴步伐，产业协作是重中之重。代表团先后走访美团、携程、上海电气、振华重工等企业，听取情况介绍，就在滇业务开展、产业项目合作以及云品入户、劳务协作等做了交流对接。大家表示，要把协作重点转到增强内生动力上来，持续聚焦产业、消费、民生等重点领域拓展合作空间，提升合作能级，携手打造符合地区实际、顺应转型升级需要的特色优势产业，全力建设好沿边产业园区，把上海的开放优势、平台优势、市场优势同云南的资源禀赋、区位优势等更加紧密结合起来，推动更多供需联动、产销对接。代表团一行还参观了上海科技创新成果展，在基础研究、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开放创新、美好生活等展示板块，查看了有代表性的研发成果，了解上海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的最新进展。两地同志不时交流探讨，寻求科技与产业协作新空间。大家表示，要紧紧围绕服务国家战略，在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积极探索，携手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提升产业现代化水平，更好拓展发展新空间，培育发展新动能。在沪期间，代表团还考察了上海魔素空间创新生态社区，走访了崇明区港沿镇和兴村和油油中和农业创新园，就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发展现代精品农业、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等深入交流讨论。两地同志表示，要始终把促进民族团结作为沪滇协作重要任务，创新推出更多民族交往的平台、文化交流的载体、富民增收的工程，携手打造东西部协作新典范。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市政协主席胡文荣、云南省委副书记石玉刚和上海市领导李养哲、朱之松、张维、李正、张小红、陈宇健，云南省领导刘鸿建、邱江、刘飞、杨斌、王浩参加相关活动。记者施政报道。2024年首期超长期特别国债昨天在沪深交易所上市交易，首期特别国债延续了一级市场认购火热的情况，上市首日竞价市场交投活跃。备受关注的特别国债上市交易首日，1分钟内涨幅就突破了10%，触发半小时临停。
而就在交易恢复后不到10分钟，债券价格再度大涨至25%，触发第2次停牌，直至15点27分，也就是交易所债券收盘前3分钟才恢复交易。那时候有些是觉得是乌龙指，但是对于债券来说，有些过度激烈了。是谁在买入？从交易明细可以看到，每单挂牌的量都不大，交易额仅1700万就打出2个临停。我觉得从成交量来看的话，参与主体还是以散户为主，所以说就有一些类似于炒新股的一些性质在。昨天恢复交易之后的特别国债在最后3分钟呢，面值从125元跌回到了101元这个理性的价位。认识超长期特别国债，还得从它的属性入手，它归属于记账式国债，那这决定了它的发行、购买、流通等等方式。与面向个人发售且不可流通的储蓄国债相比，记账式国债在1级市场主要面向机构投资者发行，上市后个人投资者可在2级市场购买，渠道主要包括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柜台业务开办机构以及开展债券经纪业务的证券公司，并且不必持有到期，在存续期内可在市场上交易。同时，记账式国债流通性好，投资者可像炒股一样在证券市场交易，其价格也随市场行情波动。通常市场利率上涨，记账式国债价格就会下跌，反之亦然。因此，投资者需承担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其实大多数人是不可能把这个债券拿在手里30年的中间多数人都是会赎回，都会去卖掉的。但是呢，在卖掉的时候，你之前是以很高的溢价去卖的，在卖掉的时候呢，可能就会以相对比较低的价格去卖的，这样就会损失掉很多的本金。5月17日，本轮30年期超长期特别国债正式发行，为固定利率付息债，票面利率为 2.57%， 总额400亿元。这也是今年拟发行的1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的首次发行。我国曾在1998年、2007年、2020年分别发行过3次特别国债，分别用于服务重大政策目标或应对重大公共危机，专款专用，一般不纳入赤字。比如2020年抗疫特别国债作为直达资金转移支付给基层政府，维护经济社会稳定。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楼市新政。上海上周宣布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5年期以上最低至 2.85%。那么新政发布以来，上海楼市的活跃度是否有所提升呢？我们来看报道。随着上周五一揽子新政发布，这2天上海新房与二手房市场的客户到访量都出现明显增加。记者来到金沙江路上的一家中介门店，看到店内收纳待看房钥匙的箱子已经空了一大半，临近饭点还有不少销售人员匆匆出门接待客户。记者了解到，这家门店这2天的日均待看量相比新政前要上涨50%左右。而新政后的首个周末，这家中介的全市二手房新增待看相比4月周末要平均上涨20%，成交量较前一周周末则提升了超过30%。像这套位于普陀的老公房，挂牌2天后，就在上周日达成了签约，30平米，总价192万，单价创下了该小区同户型上半年以来的新高。主要是我妈妈的原因，这个1楼方面她腿脚也不是很好，方便她行走，因为她是那个精装修嘛，拎包就可以入住嘛。就是看户型、看采光、看位置，从顶楼到底楼，大概区间能差2万左右。数据显示，5月份上海包括商住、住宅在内的二手房成交量超过11000套，其中上周成交接近4600套，环比前一周上涨了25%。那么也很明显，这个对于刚需来说是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积极信号，所以这几天的这个市场情绪已经被先吊起来了。那么刚需的这个客户入市积极程度比较多的快的话，那么对于盘活整个二手房的这个市场交易，进而对于一些新房的，尤其是一些中高端的这个改善性的这个买房的这样一个房源去化是比较利好的。在楼市新政出台后，上海个人住房公积金新增贷款利率已应声下调。而记者从沪上多家银行了解到，目前尚未接到关于房贷利率等调整的通知。现在都没变，也没啥官宣，观望的还是居多。记者马杰、翟玉森报道。从昨天开始，安徽部分银行已将首套房按揭贷款首付比例降至15%，同时率先把首套房和2套房按揭贷款利率同步调降至3.45%。那当地楼市的反应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
记者随机走访了合肥市多个在售楼盘，销售人员表示，新政出台后，虽然成交量目前看还不是太明显，但前来咨询的市民有所增加，其中改善型住宅询问的最多。在一个楼盘售楼处，销售人员介绍，新政出台后，这个本来是需要摇号购买的小区，现在不再需要摇号了。目前开盘的楼栋已经售罄。此外，市场热度也在向二手房传导。一家房产中介表示，这2天不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门店的咨询量明显增加，接待了不少潜在客户。虽然目前成交量还没有明显放大，不过随着卖旧买新、房贷政策的落地，二手房市场有望逐步升温。新房的话，政府补贴的比较多，政策刚开始，咱们很多刚需客户的还是要观望一波。按照最新政策，只要在合肥市购买新房，直接给予总房价1%至2%的补贴，单套补贴金额最高不超10万元。在贷款方面，首套房首付最低1.5成，公积金贷款额度最高可至120万元，利率最低至2.775%。记者从合肥市内的多家银行了解到，目前有部分银行已经在执行最新的购房贷款利率，还有部分银行在等待下发正式通知。央行5月17号连发3份房地产市场重磅通知，包括下调首付比例、取消贷款利率下限、下调公积金贷款利率。此后，武汉、长沙等地相继跟进，落实首付比例以及房贷利率等方面的相关调整。截至目前，武汉、长沙、郑州、昆明、南宁等地楼市新政接力落地，首套房首付比例均降至15%，二套房首付比例均降至25%。目前，武汉首套房商贷利率降至3.25%，二套房商贷利率降至3.35%。此外，长沙首套房商贷利率降为3.65%，二套房商贷利率降为3.95%。广西南宁自5月18号起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5年以下含5年和5年以上首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分别调整为2.35%和2.85%。比如说，购买首套房，贷款金额是80万元，此前的公积金利率为3.1%。它按照等额本息的模式贷款20年的话，总共需要偿还利息总额27.45万元。但是这一次利息下调，同样的购房情况，利息总额变成了25万余元。在浙江杭州，新政效应也已逐渐显现，新房和二手房市场的带看量、成交量均有提升。统计数据显示，对比4月份的日均值，最近10天杭州二手房咨询量增长29%，二手房买卖房源增长5%，下定量新增31%。在近日国家多部门出台利好房地产政策的刺激下，深圳1、2手房成交量显著增长，市场活跃度明显上升。在南山区的一家楼盘现场，沙盘区、洽谈区聚集了不少前来咨询的意向购房者，甚至有市民直接现场下单。出来之后，首付的话直接降了一半，然后感觉压力是小了很多的。现场就一直没断过，人流量满满的。但是它新政之后，它下手很果断，整个周末我们卖了50多套。5月17号，央行等部门连发多份房地产市场重磅文件，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以及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等进行集中调整。5月18号，深圳宣布下调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上个周末是新政出台后的首个周末，深圳二手房看房量比以往上涨了127%，成为2020年来看房量的一个最高点，且1、2手房的成交数据都有明显增幅。对于我来讲，买房呢就是刚需嘛，买过来就要住的，所以现在就是首付啊利率下调之后，我的购房成本也是减少了不少，就是让我能够轻松上车。据统计，5月6号至19号，深圳市客户委买量较2023年同期增长46%，二手房录得量较2023年同期增长33%，市场活跃度明显上升。新政的出台对楼市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减轻了购房者的一个负担；二是提振了一个市场的一个信心，激发了一个消费者的购房需求；三是促进了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深圳台报道。
第14届中美旅游高层对话昨天在陕西西安开幕，主题为“旅游促进中美人文交流”，由中国文化和旅游部、陕西省人民政府、美国商务部、美国旅游推广局共同主办。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和纽约市旅游与会展局签订合作备忘录，上海文广国际传播中心和纽约市旅游与会展局签订媒体资源共享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在城市形象宣传片推广、活动推介等等方面展开资源共享合作。第20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起到27号举行，首次亮相的插入式微型机顶盒，为进一步解决老百姓关心的看电视难、看电视烦等问题提供了科技支撑。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将在本届文博会上专门展示在有线电视、IPTV、互联网电视3大领域开展的双治理成果，传递广播电视行业规范发展、优化服务、提升用户体验的积极信号。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是广电总局全力推进的一项民心工程。去年以来，通过1阶段的治理，老百姓开机看直播收费包大幅减少，页面更加规范透明，同时不断加强内容的供给，特别是在有线电视网开通了重温经典的频道，应当说这个治理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首次亮相本届文博会的这款插入式微型机顶盒，采用自主研发的操作系统，为进一步解决老百姓关心的看电视难、看电视烦问题提供科技支撑。这种插入式微型机顶盒采用自主研发的 tvOS 5.0 操作系统，只有半个巴掌大小，不仅可以实现机顶盒和电视遥控器2合1的功能，还可以直接插在电视机上，通过电视机 USB 接口供电使用，解决了机顶盒分离导致的连线多、不美观、操作复杂等问题。它采用统一的 IP 接口，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全部有线电视和 IPTV 网络环境下使用，还支持 4K 超高清业务。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电视界面的是插入式微型机顶盒的开机界面，它继承了传统的机顶盒的所有的功能。那通过这样一个遥控器呢，我可以任意的切换全国各大电视台正在实时直播的电视节目。如果我想收看互联网节目，我也不需要更换遥控器，同样一个遥控器上面只需要一个按钮就可以实现无缝切换。香港特区政府公布下半年上百项文旅活动清单。特区政府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表示，相比上半年，下半年文旅活动将会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全年访港旅客目标数为5000万。香港特区政府全力推动文旅经济，重头项目之一是7月首次举办武林圣武嘉年华，云集超过1000位武术及舞蹈界人士，进行超过60场表演和活动。文化艺术创意类的活动，下半年有25个。M+ 博物馆6月底起举行华裔建筑师贝聿铭大型回顾展，不少展品是首次展出。10月将举行香港演艺博览，推动表演艺术交流和洽谈交易。下半年有42个会议展览。传统节日庆典方面，大坑舞火龙扩大巡游範圍，缤纷冬日及美酒佳肴巡禮等下半年繼續舉行。我哋會相信下半年能夠吸引嘅遊客呢係比上半年更多，因為當中有部分嘅大型活動呢，佢吸客嘅能力係好強嘅。如果個勢頭係好，一路保持得好，我哋可以衝擊5000萬添。咁但係我諗呢個係需要全個社會去努力啊。正在香港上映的以九龍城寨為題材的電影票房強勁，政府計劃將九龍城寨改造成旅遊景點。會唔會將部分嘅景呢係可以咧係攞返出嚟，我哋喺一個適當嘅地方做個擺放，讓公眾人士旅客咧可以去打卡啦，或者去睇咧。呢個我哋咧係商討當中。特區政府下月會推行全程禮貌行動，每位市民都是禮貌大使，推廣好客之道。東方衛視綜合報道。香港特区政府公布下半年文旅活動清單後，新增一項活動，就是動漫《哆啦 A 夢》大型展覽。維多利亞港本周6晚有同一主題的無人機表演。來自未來世界的機器貓將會飛來香港，這次不是坐時光機，而是用無人機。哆啦 A 夢本周6晚7點半將會出現在尖沙咀海濱上空，1000架無人機拼湊出15分鐘的表演，還有本地配音員現身。香港7月到8月將舉行哆啦 A 夢巡迴展，香港是全球首站，也是下半年政府文旅重點活動之一。主辦單位表示，展覽想把歡樂帶給不同時代的人。我中意哆啦 A 夢係，我諗係法寶啦。
可以有一啲好 creative 嘅諗法去解決一啲問題啦，同埋佢哋朋友之間嘅感情啦。最重要呢個展覽係幫作者呈現翻好多人哋可能未睇過嘅一面啦，咁啊可以俾翻啲粉絲睇啦。本次活動沒有申請政府文旅盛事基金，有議員認為特區政府應主動提供更多支援，帶動文旅盛事經濟發展。其實係唔係都可以喺香港唔同其他嘅一啲比較多遊客會去嘅地方，都有哆啦 A 夢嘅展示咧，咁樣令到成個城市咧嗰個有關嘅氣氛咧都可以熱切起嚟啦。李梓敬預計暑假期間有不少遊客會特地來港觀賞項目，當局要做好交通、大客流疏導等配套工作。香港旅遊發展局昨天宣布，2024年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將於6月15號至16號在尖沙咀維港海濱舉行。屆時將有來自12個國家和地區的超過170支參賽隊伍參賽，逾4000名龍舟健將參與角逐。香港旅遊發展局總幹事程鼎一在發布會上表示，今年還特別設有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週年紀念杯賽。據悉，旅發局還將於端午節當晚在灣仔海濱舉辦以端午節為主題的無人機表演及海上煙花表演。東方衛視綜合報道。今年廣東連續遭遇極端天氣，荔枝的產量和價格引發了不少人擔心。如今荔枝季臨近，新鮮採摘的荔枝已經紛紛擺上了貨架，不同口味的品種也逐漸上市。終端的銷售情況如何呢？一起去超市看一看。記者在深圳某生鮮超市看到，來自多個產地的荔枝都已經開始上架，其中妃子笑品種因其口感鮮美、價格適中，備受消費者青睞。據超市負責人介紹，他們每天都會根據銷售情況調整進貨量，以確保荔枝的新鮮度和供應量。目前妃子笑900克的售價是25.9元。前期做的是一個海南妃子笑，所以今天開始我們切換了一個900克的妃子笑，整體來說我們的性價比會更高一點。在這家生鮮超市裡，許多消費者正在櫃台前挑選荔枝。受港人北上消費需求的帶動，今年荔枝的銷售情況也有了不小的增長。唔係好貴啊，那個盒很小的，挺好的。主推的品一天大概可以去到250盒左右，同比增長的。因為整個店的客流，今年來說比去年也相當於來說整體來說增長，也增長了50%左右。在另一家水果超市裡，廣東產區的荔枝還未上架。負責人告訴我們，最晚下周將上線廣東荔枝，但是一些晚熟品種的訂貨量出現了明顯下降。這個荔枝，訂量是8600噸，相對來說的話，跟同比去年比的話，其實還是有些下降的。那主要就是說，下降的品類的話，就是那個糯米糍和那個龜味，可能會下降80%。看東方正在直播，稍後您將看到。新加坡航空事故仍有79名乘客及6名機組人員留在曼谷治療以及善後，傷員中1人來自中國香港。挪威、愛爾蘭、西班牙宣布承認巴勒斯坦國，以色列強烈不滿，宣布召回外交官。西安航客機昨天遭遇強烈氣流，緊急在曼谷降落。受影響的乘客昨天凌晨搭乘另外一班飛機返回新加坡。傷者在泰國曼谷的醫院繼續治療。美聯社引述院方消息稱，目前有20名乘客在重症治療部治療，其中1人來自中國香港。緊急降落泰國曼谷的新加坡航空客機，其中131名乘客及12名機組人員，昨天凌晨從曼谷轉乘救援航班。於清晨5時許抵達新加坡樟宜機場。新航表示，仍有79名乘客及6名機組人員留在曼谷，包括正接受治療的人以及他們的親戚朋友。Singapore Airlines will continue to extend all possible support to them. We are fully cooperating with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on the investigations. 機上乘客主要來自澳大利亞、英國及新加坡等地。有英國大使館人員昨天到曼谷的醫院探望傷者。院方稱，仍有58人住院，其中20人在 ICU 接受治療。事故中，一名73歲英國男乘客死亡，初步懷疑因為心臟病。英國傳媒表示，遇難乘客和太太本打算到新加坡度假。涉事新航客機由英國倫敦出發，原定飛往新加坡。飛機起飛大約10小時後，在緬甸伊洛瓦底盆地上空突然遭遇極端氣流，
周二下午紧急在曼谷苏万纳普机场降落。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飞机一度在3分钟内急降1800米。I'm in a lot of pain, and it was quite scary, but yeah, I don't think I'll be flying again for a while. That was absolutely highlights to the importance of wearing a seatbelt every time. Anybody who had a seatbelt isn't injured. 路透社援引气象网站数据显示，侦测到航班飞行路线附近，当时正在快速形成一个强雷暴云团，可能因此导致强烈气流。有气象专家表示，雷暴形成通常伴随强烈上升气流，并且速度很快。如果出现在飞机正前方，飞行员可能没时间做出反应。新加坡总理黄循财表示，会彻查事故，当地调查人员已抵达曼谷。由于事件涉及波音777-312飞机，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派人协助调查。根据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报告，2009至2018年的航空事故中，超过1/3都与气流有关，多数都导致人员严重受伤。东方卫视综合报道。继续关注伊朗总统直升机事故遇难事件。伊朗总统莱西及其他罹难官员的遗体从库姆省转运至首都德黑兰，并于昨天在当地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昨天，告别仪式在德黑兰大学举行，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出席。大批伊朗民众也前往现场向逝者道别。昨天，联合国纽约总部降半旗悼念遇难的伊朗总统莱西。根据伊朗政府公布的安排，今天伊朗还将举行2场告别仪式。随后，莱西的遗体将被转移至他的出生地马什哈德，并于今天在当地举行葬礼。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则将被安葬在德黑兰。东方卫视编辑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负责人侯赛因披露了一些直升机事故的细节。莱西所乘直升机遭遇到云团之后失踪，总统办公室曾经与事故直升机上的人员通过话。侯赛因表示，他曾在另一架直升机上，起飞时天气良好，但飞行30分钟后，直升机前方出现一个云团。2架直升机越过云层后，发现总统所乘直升机失踪，其中1架直升机返回寻找并呼叫，但无人应答。由于视线受阻，他们没有找到事故直升机。2架直升机随后在附近降落，并通知相关部门。此后，总统办公室曾试图拨打总统及外长的手机，但无人接听。他们又拨打了飞行员手机，机上另一人员接听了电话。他表示自己掉到了山上，感觉非常不舒服，并且不知道自己位置在哪里，也不知道其他人在什么地方。侯赛因等人意识到直升机发生了事故。他指出，救援人员找到遇难人员的遗体后，判断出他们是在事故发生后立即死亡。东方卫视编辑报道。伊朗军方22号表示，总统莱西所乘直升机坠毁后，军方使用本国生产的无人机帮助锁定坠机地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军方22号发表声明说，土耳其曾派出一架配备夜视设备的无人机寻找坠机地点，但未能精确定位。这架无人机随后返回土耳其。按照伊朗军方说法，最终在21号清晨，地面救援人员和伊朗武装部队使用的国产无人机发现了坠机确切位置。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穆罕默德·侯赛因·巴盖里已于20号下令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直升机坠毁原因。伊朗官方尚未就坠机原因作出推断，也未指向人为破坏因素。俄罗斯总统普京21号表示，如果伊朗方面需要，俄方愿向伊方提供专业协助。东方卫视编辑报道。我们再来看巴以冲突，挪威、爱尔兰和西班牙3国昨天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该认可将于本月的28号正式生效。Ja, god morgen alle sammen. Regjeringen har besluttet at Norge vil anerkjenne staten Palestina. El próximo martes 28 de mayo, España aprobará en su Consejo de Ministros el reconocimiento al Estado de Palestina. We recognize the state of Palestine. 欧洲3国领导人分别宣布了这一消息。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加沙地带持续的战火清楚表明，实现和平与稳定必须基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指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并没有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和平计划，令2国方案陷入严峻危机。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随后发表声明，对三国决定表示高度赞赏，并敦促世界各国，特别是尚未承认巴勒斯坦国的欧洲国家，以此为榜样，基于国际法规和国际社会公认的两国方案，承认巴勒斯坦国。哈马斯也对此表示欢迎，称这对于承认巴勒斯坦人对其土地的权利和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是重要一步。以色列方面则表达强烈不满，以色列外长卡茨宣布立即召回驻爱尔兰和挪威大使，并表示以色列不会保持沉默。本月10日，第10次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以压倒性优势通过决议，认定巴勒斯坦国符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联合国会员国资格，应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东方卫视编辑报道。斯洛伐克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卡利尼亚克昨天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场特别会议上表示，斯洛伐克总理菲佐遭遇枪击之后，虽然目前总体情况稳定，但是病情依旧十分严重。菲佐本月15号在该国中部特伦钦地区遭枪击受伤，随后被送往罗斯福大学医院，并先后接受了2次手术。斯洛伐克内务部长埃什多克表示，已经为多位政界人士提供了人身保护，在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这些人可以通过按下紧急按钮向警方发出信号，从而获得警方的保护。英国首相苏纳克昨天宣布，英国将于7月4号举行大选。苏纳克在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府门前发表讲话说，他当天早些时候与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进行交谈，请求解散议会，国王已批准这一请求。苏纳克在讲话中对其上任以来在经济、移民、教育等领域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并表示执政党保守党对未来有明确计划。自2010年时任保守党领袖卡梅伦带领该党赢得大选以来，保守党一直是英国执政党。民意调查显示，自2022年10月苏纳克执政以来，反对党工党对保守党一直保持着2位数的领先优势。英国民调机构余观调查公司最新民调结果显示，截至本月16号，保守党支持率仅为20%，工党支持率为47%。工党等党派不断施压，敦促苏纳克尽快举行大选。东方卫视编辑报道。受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的影响，法国北部的索姆省遭遇到泥石流的袭击，导致数十座房屋被淹没，大量当地居民被紧急疏散。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显示，泥浆在街道上奔流而下。据当地政府部门负责人介绍，21号晚些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袭击了离比利时边境不远的索姆省东部的村庄，并在部分地区引发大规模泥石流。其中萨伊洛雷特村受灾最严重，当地有16辆汽车在泥石流中被冲走，11栋房屋被淹。此外，还有一些道路被毁，数十人被疏散。遭遇泥石流的萨伊洛雷特村到处堆满泥浆，居民们开始着手清理。据了解，索姆省东部像萨伊洛雷特这样遭遇泥石流的村庄还有10多座。索姆省在一份声明中说，大约100户家庭遭受财产损失。萨伊洛雷特当地居民表示，这个季节发生泥石流非常罕见，但上一个冬季降水太多，导致土壤水分饱和，这或许是此次泥石流突发的诱因之一。东方卫视编辑报道。受强风暴影响，当地时间21号，多场龙卷风横扫美国艾奥瓦州，造成多人死亡，另有10多人受伤。目前，艾奥瓦州州长雷诺兹已宣布，该州15个县进入灾难紧急状态。遭遇龙卷风袭击的阿戴尔县格林菲尔德损失惨重，大量建筑物遭到了严重破坏，当地社区医院也在龙卷风中受损。此外，龙卷风还摧毁了位于艾奥瓦州西南部的多台风力涡轮机。目前，美国风暴预测中心已对艾奥瓦州、明尼苏达州、威斯康星州和伊利诺伊州部分地区发出了罕见的潜在危险情况龙卷风警报。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上海不少小区开设民宿，访客频繁更换进出，小区居民备受其扰。这些民宿是否合法？如何监管？记者调查予以关注。按摩院天价精油疗程号称治百病，100名老人被骗近1000万元。上海警方抓获涉案人员74人。
欢迎大家在7点35分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子龙。各位早上好，我是盛楠。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10多年前一部有关于中国的纪录片《长江天地大纪行》在日本播出，让日本导演竹内亮的名字被中日观众所熟悉。那10年之后，竹内亮重走长江路，所拍摄的纪录片《再会长江》在中国的网络平台上播出，豆瓣的评分高达9.3。明天经过重新剪辑的电影版《再会长江》将在全国公映。昨晚，这部影片的上海首映礼活动在上海影城举行。昨晚，影城1号厅硕大的千人厅几乎坐滿，大家都為了在大熒幕上一睹再會長江而來。社會が一變した今、10年前に撮影した主人公たちはどこで何をしているの？應該這邊有房子的，原來。影片以長江為線索，從上海出發，溯流而上，跨越6300公里。通過講述長江沿岸4億多居民10年前後的生活變遷，反映了中國10年來的飛速發展。就真誠吧，就大家說的一樣，我沒有什麼目的性，就主要什麼想賺錢啊，什麼我要出名啊，沒有，就想跟你聊天，所以聊天，沒有什麼其他的目的。片中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香格里拉藏族女孩慈母也來到了現場。這位10年前意外闖入導演鏡頭，被扭轉了命運齒輪的女孩，如今已實現了當初的夢想。今天是時隔13年來，我又來到了上海。對。怎麼樣？對。我其實挺喜歡見上海。上海之旅是讓我就是看到更多，就是上海之旅其實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個點，因為上海讓我看到了更多不一樣的世界。影片在日本上映時，不僅榮登文藝片榜首，更吸引了日本觀眾走進影院，了解一個現代真實的中國，促進了中日文化交流。東方衛視記者周瑩上海報道。最近有觀眾反映說，自己所在的小區突然出現了不少所謂的民宿，訪客頻繁的更換進出，讓小區的居民備受其擾。那麼市區的居民區裏能開這種所謂的民宿嗎？我們來看記者的調查。闵行區華草鎮愛博2村不少居民反映，小區裡經常有拖着行李箱的陌生人出入。他們一按門鈴的時候，會動不動就按到隔壁房間，那以至於這種房間半夜1、2點的時候，我們都會有一些門鈴在響，我們就會覺得很恐怖。愛博2村毗鄰虹橋樞紐，出行便利。記者在多個平台搜索，發現該小區有以民宿名義提供短租的房源不在少數，價格在200元到300元不等，入住也很便捷。住的話是自助入住，憑密碼入住的，都差不多的。你看一下，我們有好多房間可以選。記者嘗試在某平台上下了單，很快收到了入住密碼，無需其他的實名登錄或身份認證，就順利入住。而這個所謂的民宿，其實是由一套原本的3室房屋分割成了3個單間房源，分別出租，每套加裝了防盜門，還有衛生設施。公共區域中雖然有擺放滅火器，但早已超出有效期。而這樣改造後出租的單間房源，小區裡比比皆是。在另一幢樓，記者遇到的這名房客，其入住的房屋同樣也是被分割成了配有獨立衛浴的3個單間，分別出租。你訂了幾天啊？1天，253。一名民宿管理員介紹，他們其實就是二房東，從業主手裡收房，改造後對外掛網。是公司在管理。公司？對，差不多算是二房東嘛。就是你們是？對，我們是二房東，對，物業他們都知道的，包括人口辦也都知道的。屬地居委表示，確實經常接到居民反映這些所謂民宿擾民的問題。如果是備案過的，那我們就是居委出面協調一下。那如果是你沒有備案過的話，那我們可能是要取締的。備案就是他到派出所登記過，備案過的不多的。記者向法律界人士及人大代表進行了請教。在他們看來，這些所謂的民宿本質就是短租日租房，明顯構成經營行為。更何況將房屋分割出租並加裝衛生設施等，還可能涉嫌群租。它这个原来的房屋在小区里面，它是用於生活的，不是用來生產的。那麼它自然在這個原先的設計上面就會有一些這個制約性在那裡。那麼一旦你把它轉化了這個房屋的這個使用的這個性能以後，那麼可能它就會造成一定的安全隱患。記者在多個平台上調查發現，要註冊一個小區裡的民宿非常簡便。
有的平台甚至不需要房产证明、租赁合同，也不需要营业执照。然后在这上面先进行房东认证，认证完了之后上传房源信息，等待审核就行了，有其中一个就可以了。现在下载美团民宿 APP， 我这边协助您去完成房东认证，就等你审核完之后就可以了，别的目前不需要。上海曾经在2023年出台过鼓励乡村民宿的文件，郊区的乡村民宿能够申请备案，获得合法身份，消防、治安、室内装修及卫生等也会由相关部门进行检查审批，但并不包括市区居民区内的民宿。而根据上海2021年12月出台的短租房管理规范，小区里开设短租房需要符合小区管理规约或取得有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属地街镇、公安、城管、消防等多个部门负有监督管理职责。此外，短租服务者还需与属地派出所签订治安责任保证书。在业内人士看来，定义不明、多头管理，加上相关平台的审核也形同虚设，让这些居民区里的短租房成为了管理的灰色地带。这个利害关系人到底是指楼上楼下、隔壁邻居，还是整栋楼？其实是没有明确的一个依据的。这些网络平台都没有严格的履行起他们的一个职责，看似我们各司其职，实则其实有所混乱。我觉得可能缺口气的就在于，就是我们相关他们的标准还没有细化出来，所以我们是希望就是说它这个红线画得更清晰一点。细心的观众会发现啊，这眼下鸡蛋的价格竟然比蔬菜还便宜，17、18元就能够买上一整板。那算下来呢，一只鸡蛋也就5、6毛钱。蛋鸡的养殖业在低价潮下将会面临着怎样的变化呢？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行业调查。在市区这家生鲜连锁店，每周的特价鸡蛋作为引流单品，吸引了不少顾客。一整板30个鸡蛋的价格不到20元。而在电商平台，一板鸡蛋的价格更是低到了16.99元，单个蛋价仅有5角多，便宜的呀。这里有多少个？30个，6毛钱也没到。事实上，这波鸡蛋自由已经持续了7个月，鸡蛋批发价累计跌幅近30%。在上海域外最大的蛋鸡养殖场，200万羽蛋鸡日均产蛋量在50吨，其中70%直供上海市场。最近受临近端午等因素影响，鸡蛋行情的批发价好不容易回升到每斤4.2元，虽然仍处于低位，但比起最低点每斤3.4元已经有了起色。还处于这个成本线以下，所以整个鸡蛋的行业比较卷，所以大家都叫蛋卷嘛。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全国的蛋鸡的存栏量比较大。截至4月末，全国蛋鸡存栏量约为12.4亿只。记者在江阳市场的蛋品批发区看到，外地鸡蛋的价格战同样硝烟弥漫。江苏、山东、河南、河北的产区鸡蛋批发价在每斤4.1元左右，每个标准箱比去年同期要跌掉60、70元，这也加速了蛋鸡养殖行业的洗牌。这个就是倒挂竞争啊！小养殖场的话，我们比较慢慢的被淘汰。我们现在对接的呢，基本上都在30万到50万至100万多个规模的养殖场。业内人士预计，即将到来的7、8月高温季，蛋鸡产蛋率下降，阶段性供应不足，预计能带动一波鸡蛋价格回升。记者梁卫浩报道。近日，上海浦东警方成功捣毁了一涉老诈骗团伙。犯罪嫌疑人将按摩店包装成所谓的健康管理中心，冒充专家神医，营造健康焦虑，诱骗老年人购买天价的精油按摩疗程，非法获利近1000万。2年里，家政服务员唐女士竟然在一家所谓的健康管理中心花掉20万元，起因只是去做了一次免费按摩。刚开始是做那个脚嘛，这个然后他说他们那个可以检查一下身体，免费检查一下嘛，然后一检查就说身体就这里淤堵啊，那里淤堵了。在店内按摩师和专家的轮番洗脑下，唐女士购买了一个近万元的精油按摩养生疗程。做了7、8次，然后就开始就给你又推销另外一个项目，你不同意吧，那就不让老师不让你起来，说你现在小毛病不治，以后会得什么癌呀，什么癌，以后你上医院花的钱更多。之后，唐女士又陆续购买了10多个不同的精油按摩疗程，而与唐女士有类似遭遇的老人多达上百名。其实大部分老人自己都发现不了，是我们找到他们让他们来做笔录了，他们才恍然大悟。因为大部分老人这个消费比较高，他们肯定是瞒着家里面子女的。警方成功锁定了一个以徐某某、曲某等人为首的诈骗团伙。
3月底，专案组兵分10多路，在嘉定、杨浦、浦东等地集中收网。你在店里做什么的，阿姨？他做这个做脚，我来做脚。做脚。警方成功抓获涉案人员74人，以及精油、话术单、客户资料等。据查，店里所谓专家名医证书都是犯罪嫌疑人自己 P 的图，而店里的所谓诊疗仪也是糊弄人的。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很普通的雾化机，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很普通的那个按摩的理疗仪，淘宝上就可以买，价格很便宜。但是他们骗被害人说这个东西是可以用来检测就是身体里面是否有病毒、有毒素。按摩疗程使用的所谓高级精油，实际只是价格低廉的劣等品。进货价一盒也就100到200元人民币，但是他们卖给老人的话，一个疗程可能要10万、15万。他们从2022年开始在上海开了那个直属的9家按摩店，目前查下来查证的话，他们的非法获利将近有1000万。目前8名涉案嫌疑人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其余涉案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查证审理中。记者毛红仁报道。近日，在上海杨浦区国顺东路一个小区里，一辆停在楼下的充电的电动自行车电池突然冒烟起火，把整辆车烧成了一副钢架，而起火的源头就藏在过期的电池里。小区公共视频显示，车主刘先生晚上10点多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前的路边充电。第二天早上5点多，这辆正在充电的电动自行车电池区域突然冒出浓烟，紧接着出现明火，整辆车随即陷入火海。等消防人员将火扑灭，电动自行车已经被烧成了一副钢架。据车主介绍，这辆车是5、6年前在一家电动自行车专卖店买来的，平时不太使用。电池掉过吧？没掉过，在原装。平常不充，热板充充。热板充充。对，我已经1、2个号头顶多充一趟。你平常开吧？这边充？平常不开啊。平常不开。就关了个灯。据消防部门初步判断，电池起火爆炸跟电池过期老化有关。电动自行车使用的锂电池一般使用寿命是5年，而刘先生这辆车已经使用了近6年。而刘先生长时间不使用这辆车，也不经常给电池充电，导致锂电池处于长期闲置状态，也是起火的原因。家中长时间放置的锂电池，由于锂电池的电池特性，它的日常馈电会比较少。那么长时间放置，一旦超过电池的使用和质保期限的话，同样会容易引发火灾事故。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铁路松江南站正式更名为上海松江站，预计11月底将完成全部施工。全新的上海松江站建成后，站场总规模将达到9台23线，预计年均客流规模达2000万人次以上，将成为上海的又一个综合枢纽客站，助力提升上海西南片区交通辐射能力。被广大职工称为“第2医保”的上海职工互动保障项目开放社区参保，办理时间持续至6月30号。对于像快递、外卖小哥这样的灵活就业群体来说，可以在企业原有商业保险的基础上，额外为自己购买一份医疗保障。该项目实施30年来，已累计给付互助保障金195亿元，惠及3200万人次。无锡首座大规模厨余垃圾集中处置中心投用，该项目专门针对家庭厨余垃圾，除杂能力更高，资源化利用率进一步提升。厨余垃圾分出率是衡量垃圾分类成效的重要方面。厨余垃圾分类收运量占生活垃圾收运量的比例越高，一个城市的垃圾分类水平就越高。苏州太湖之滨的杨梅进入关键的蔬果阶段，业内专家表示，今年的天气整体不错，预计杨梅产量要比去年好。再过些时日，这些绿果就会染上艳丽的红色，挂满树梢，静候采摘。东山杨梅预计6月15号左右上市，持续到25号左右。合肥至宿迁铁路4线至宿迁段正式启动环评。河京高铁合肥青岛由规划合肥至宿迁段、潍坊至宿迁段及青岛连接线组成。新建铁路合肥至宿迁铁路4线至宿迁段也是最后未开工的段落，开建后将为合肥至山东半岛高铁通道补齐最后一笔。安徽芜湖无为市的凤凰井引江枢纽新建泵站的主泵房完成封顶，已从土建结构施工进入到机电设备安装阶段。工程建成后，将具有防洪、灌溉、生态保护等多重功能，排漏能力达到每秒240立方米，保障西河巢湖流域防洪安全。
好，下面请江波为大家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江波，好的，接下来一起进入这时段的《报天下》。我们先来看一下央广网的这篇文章：打假博主受追捧，市场监管不能靠网红。文章说啊，当下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呢，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类打假博主。他们频繁地会去曝光一些消费场所、旅游景点等存在的问题，受到很多网友的追捧。文章呢对此是这样评论说的啊，当然，在这些打假博主里面啊，也不乏会有一些为了流量的钓鱼式打假行为。因此，当我们在关注网红打假的规范性之余，社会还应该要看到这类打假行为背后的两重现实问题。那第一个就是网红打假的成功率如此之高，这表明啊，市场上各类坑害消费者的现象依然是不可低估的。第二，就是网友们支持网红打假，实际投射的是对规范市场秩序、维护消费者权益的一种希望和情绪。可以说，网红打假在一定程度上打的不只是市场乱象，更是监管的缺位。检验的也不仅仅是经营者的素质，更是市场的管理水平。不夸张地说，各类网红打假越火，越是受到网友们的欢迎，这就越表明制度化、常态化的市场监管的不足和社会期待还有明显的距离。如果说市场主管部门不尽职尽责，等到所谓的网红来出手，那打假就会成了打脸了，闹大了更影响一个地方的形象，个中教训是不可谓不深刻呀。好，接下来看一下《经济日报》的这篇文章。近期，中介化、职业化的涉金融领域非法代理维权现象有所抬头，已经成为了金融机构贷后环节新的风险点了。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近期就提醒广大消费者，还是应该要通过正规渠道表达诉求，依法理性维权。文章对此是这样评论说的：代理维权呢，旨在帮助金融消费者通过正规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然而，现在我们看到社会上出现的那些非法代理维权，则是在以维权之名行牟利之实。所以，打击非法代理维权，重在要堵住这些偏门，同时还要打开正门。金融监管部门应该要引导金融机构畅通投诉机制，优化贷后管理服务，这才是阻断非法代理维权利益链的关键一环。好，再来看一下新华日报的这篇文章，期待耐心资本熨热科创产业。文章说，在近日召开的江苏国企混改基金2023年度合伙人会议上，与会企业家表示说了，混改基金作为耐心资本，十分愿意投资需要长期研发和技术积累的科技企业。那说到这儿呢，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耐心资本啊。文章说了，耐心资本呢，其实它是显著区别于那些喜欢快进快出、惯于投机炒作的游资的。它更加看重的是长线投资、价值投资，能够扛住较高的市场风险，抵御市场短期波动。通过引导长线资金加大对科创产业的输血力度，可以为投资和研发项目提供长期稳健的资金支持。耐心资本当然也能够从中获益。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耐心资本更代表的是一种投资态度，保险资金、信托资金、产业资金、私募基金等等都可以是耐心资本，而这就需要我们的政府、市场、投资机构等多方协同，引导投资机构关注企业的长期价值。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对资本设置更长周期的投资回报率的业绩考核标准，营造政府领投机构跟投的氛围，营造留得住中长期资金的市场环境等等，来吸引更多投资长线布局，成为时间的朋友。好，接下来看一下北京日报客户端这篇文章，形式主义的牌子不如不挂。
文章说了，近日有媒体调研后就发现，现在一些基层办公场所门口的牌子那是越挂越多，不少呢甚至已经打响了所谓的摆牌大战了。而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办公室牌子好像是挂得越来越满了，但是名头满天飞的同时，干活的人呢却没有增加，往往还是只有2、3个。让基层挂牌，初衷本来呢是想借此来压责任、抓落实，而围绕牌子衍生出来的无谓负担，其实从根源上看，还是形式主义在作祟。挂牌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要理清什么情况需要挂这些牌，挂了之后要跟进什么。如果只是徒增无谓的负担，那还不如不挂呢。当然了，摘掉这些有形的牌子简单，清理形式主义无形的牌子才是最难的。恐怕以后还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新变种。但是不管怎样，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实干论英雄，就能够让基层少一些形式主义的困扰，为基层治理添活力、提效率。好，再来看澎湃新闻的这篇文章。近期，河北省人社厅发布相关通知，明确要关注好职工的思想顾虑，解决好职工担心影响工资收入和职业晋升而不想休、不敢休假的问题，引发了社会热议。文章评论说了，其实呢，这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那这次河北的通知实际上还是有几个值得审视的亮点的。首先，它是作为一个专门的工作被提出，强调带薪休假是国家以法规形式确立的一项重要福利制度，并不是将其置于其他工作之下附带安排的措施。这次河北方案的一个关键点就在于，从以往被动依靠员工举报投诉，变成了要主管部门主动跟进监督考核。那第二就是通知还提到了积极创造条件，结合工作实际灵活安排休假，让基层一线，特别是长期在艰苦岗位工作、承担重大责任的职工，能够真正的休假，而且能够休满假。最后，我们再来看北京日报客户端的这篇文章。近年来，城市街头巷尾出现了很多的智能设备，涵盖了餐饮、充电、废品回收等诸多领域。但是，经过一段时间运行，不少的智能设备频频黑脸罢工，或是功能鸡肋、体验感差，给市民反而带来了困扰。文章说了，这些所谓智能设备失控失能的背后的主要原因，第一是管理技术不合理、可靠性差、盲目布局，最终造成了资源浪费。第二就是维护保养和相关企业有关，一旦企业出现经营异常或者干脆撂挑子，设备后续几乎就只能自生自灭。所以这样的现实必须要引起相关部门的足够重视，也要想好到底该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了。好了，这一时段报天下内容就这些，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主播。好的，感谢江波。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广东佛山龙川漂移赛前夜训开启，龙舟文化带旺文旅产业。香港政府公布下半年上百项文旅活动清单，旅游业界期待文旅活动吸引更多过夜客。曝隐私性暗示，大学生直播乱象引发关注。游走在灰色地带的大学生直播该如何治理？记者调查予以关注。俄罗斯开启第一阶段非战略核力量演习，欧盟批准又俄罗斯被冻结资产收益原污。环球竖评：不断提升核威慑的俄罗斯会如何反击？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早晨8点钟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子龙。各位早上好，我是盛楠。我们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东到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7度，明天最低温度21度。我们回到新闻当中，新华社消息。
今天7时45分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为台湾海峡、台岛北部、南部、东部及金门岛、马祖岛、乌丘与东引岛周边开展联合演训。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李希海军大校表示，今明2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战区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等兵力，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利剑 2024A 演习。重点演练联合海空战备警巡、联合夺取战场综合控制权、联合精打要害目标等等科目，舰机抵近台岛周边战巡，岛链内外一体联动，检验战区部队联合作战实战能力。这也是对台独分裂势力谋独行径的有力惩戒，对外部势力干涉挑衅的严重警告。我们再把视线回到上海，随着夏日的到来各种鲜花竞相绽放。上海共青森林公园打造的八仙花展已经开幕了，东岸滨江2座月季园里的月季花也进入到了盛花期。共青森林公园的八仙花园设有2处主题景点，缤纷初夏园中共展示了50多个品种、2万余株八仙花，也就是绣球，水雾弥漫，仿若踏入仙境。人在花中站，随手一拍，都有仙气飘飘的梦幻效果。今天第一次来，我看有这么布置的这么好，还有这个烟雾到了里面的吧，人的很舒服好像我也在这个云里工作人员介绍，由于植物有大小年的周期性规律，所以今年的八仙花开得略显小巧，花朵直径普遍不大，但一朵朵小而美，别有一番风味儿。今年的这个时间盛花期还是要往后挪一下，那么可能在5月底6月初这个时候花会开得更加盛，同时也去更新引进了一些新的品种，比如说一些比较独特的圆锥绣球然后还有一些很漂亮的大花绣球。走出花园，步行100米，占地大约2000平方米的新八仙花主题园中，1600多株无尽夏又给大家带来了另一番视觉盛宴。利用地形优势，这里的八仙花迎着山坡生长，从低向高顺势排开，游客还可以沿着蜿蜒小径而上，经过矮篱，寻找山间野趣。而在浦东东岸滨江的前滩月季园和南站月季园里，月季花都已经进入盛花期。从前滩休闲公园12号门进入，不远处便是东岸滨江月季园。五彩斑斓的月季花在暖风中摇曳生姿，大红色、粉红色、橙色的花朵交织在一起，散发出迷人的芬芳。每一朵月季花就宛如一个小精灵。园内种植有仙境月季、彩虹复色月季、粉扇月季、榴花秋舞等10多个品种。放眼望去，每一处精致的小景仿佛都有莫奈花园的油画即视感。9座铁艺拱形廊架上，攀爬高手安吉拉早已爬满花架，成为拍照的首选之地。在塞外山城张家口有一座被誉为万里长城第一门的古老关隘大径门，它见证了茶马互市的繁荣，也目睹了张库大道的兴衰。如今传统与时尚在这里交融，古老的大径门正用着新方式诉说着张元大帝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底蕴。大径门是张家口的魂，它不仅是一座军事要塞，更是中蒙俄3国人民交易往来的融合之门、开放之门。门上“大好河山”4个大字苍劲浑厚，这里也成为游客们拍照留念必来的打卡地。涉级而上，登上城楼，南看张家口市，仿佛能听到3000里张库大道上的声声驼铃。大径门是万里茶道集散路段的重要交通设施，也是张库大道的起点，通往俄蒙商道的重要地标。张家口呢，它一直都是一个战争频发之地，但自这个明隆庆5年，也就是1571年的隆庆和议之后呢，张家口这里呢变成了一个贸易地，也体现了我们大径门商文化和武文化的融合。一砖一石皆文化。近年来，张家口市按照保护、修复、开发、利用的总思路，持续推进长城保护工作，
修复了大镜门城楼、小镜门、大镜门东西两侧城墙和烽火台，累计谋划实施大镜门长城保护展示等重点项目33个，让布满了悲壮与辉煌的大镜门再放异彩。如今的张家口抓住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的契机，积极打造新的长城文化 IP。大镜门附近明德口街、元宝金街等一批仿古街区亮相，穿越时空，贸易再盛。夜幕降临，大镜门景区灯光璀璨，明德口街熙熙攘攘。随着镜曲社、大镜门文创等一系列业态的引入，古老的城墙和现代休闲在这里交相辉映。不仅能感受到我们大镜门悠久的历史文化，我还发现了很多我们年轻人喜欢的时尚元素在内。在满足吃住行游购娱的同时，张家口还不断丰富大镜门的文化内涵，以时代长城为主题的各类精彩活动轮番上演。我们将深挖张家口堡的历史文化底蕴，带动长城沿线、谭义溪谷、清河影视基地等众多的景区形成集群化发展，以点串联，构建起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格局。随着端午节的临近广东呢正式进入到了1年1度的龙舟时间。在佛山，所有的龙船队伍已经开始提前备赛，甚至在夜间也是练得热火朝天，吸引了不少游客提前到来，感受龙舟赛的激情。上少少，预备！发令声响，龙船像离弦之箭冲出起点。滑手们吆喝声整齐划一，现场一片火热。每年端午，广东佛山南海区的叠嶠地区都会举办龙船弯道漂移竞速赛。眼下，各支队伍正利用晚上闲暇时间抓紧训练，期待到时争冠。仲有10幾萬，我希望教練對我哋呢班人狠啲。叠嶠地区水象交错，河桥密布，9曲13弯，最窄处只有3-4米。当地人就在这样的河道上飙龙船。今年的赛事开创了赛前集中夜训的方式，也吸引了不少游客提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龙船比赛的魅力和激情。去年我就关注这个赛了，但是人特别多，我想我肯定也进不来，所以说今年呢我就提前来了一点，没想到这么早就能看着龙舟赛，而且还有龙船饭可以吃。端午叠嶠龙船漂移正赛将实行4天4赛制，分别在6月8日到11日之间进行。不同赛区将展开激烈比拼。我们在后面训练加强一点，到时候比赛的成绩再进步一点。在龙舟不仅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还催生了独特的龙舟经济。随着端午临近，各式各样的龙舟研学游、龙舟团建活动开始升温，带旺了佛山当地的文旅产业。在叠嶠水乡，参加研学的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分成小组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包括制作龙头、准备龙船饭、清理河道等。通过亲身体验，感受龙舟文化的魅力。龙船饭小组最主要是为了做好饭，为所有人的后勤做准备。我做了那个龙头，还有我了解了很多龙船的知识和文化，这样我收获很大。连日来，广东佛山各地的龙舟活动接连不断，龙舟主题的研学游、团建游也火了起来。我们今年下来已经接了大概20场的研学活动。今年的龙舟文化体验呢，比去年的增长了100%啊！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近1周龙舟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周上涨136%，其中以佛山为目的地的搜索量环比上涨了近30%。临近赛道的餐饮、酒店预订尤其抢手。由于今年我们是提前开展了夜训，每个星期6基本上都会有人提前问。可不可以留座？楼上的话，1个星期前就已经全部预定完了。我们酒店离龙舟赛事的目的地只有10分钟左右的车程，我们预估会在端午节期间，酒店的入住率有90%左右。初夏的尔滨清风徐徐，阳光正好，形式多样、丰富内容的文旅产品吸引了八方游客纷至沓来，享受美好的夏日时光。此刻呢，我们就乘坐在了松花江的观光索道上了。在这里啊，我们不仅可以大饱眼福，还可以大饱口福。看我面前的这一大桌子美食，就是景区今年全新升级打造的星空夜宴。
虽然还没到晚上，就已经有很多的游客迫不及待地前来打卡了。这条索道它横跨松花江，将防洪纪念塔、中央大街和太阳岛串珠成链，全长呢是1156米，设有19部轿厢，每小时的运量可以达1500人次。比我想象中的更美好。小时候听过那个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这么高的这个缆车上面，在松花江上吃着美食，可以说是人生一次非常不平凡的体验吧。我们也将新推出音乐阳台来打造夜经济。另外呢，我们也将营业时间延长到晚上的10点钟。8楼增加了观景平台，可以让游客看到整个松花江江景。华灯初上，哈尔滨松花江畔灯光璀璨，流光溢彩。从落日余晖到星空点缀，在醉人的氛围中，感受过了触碰天空的浪漫。索道下方的江畔餐厅也成为游客们相机下画笔中的焦点。江畔餐厅所在的这一座俄式建筑始建于1930年，原为铁路松花江站舍之一。屋顶纵横相交，屋脊五彩缤纷，木质廊柱造型独特，是哈尔滨一类文物保护建筑。就从太阳岛游玩完了之后，带着孩子，然后乘着索道，就来到了这个江畔餐厅。这次来到哈尔滨，更感觉到它的多元化了，更时尚，更有大都市的魅力。冰城制高点龙塔景区也迎来了客流高峰，来自国内外的游客们沉浸式体验186米高空观景云上西餐厅，邂逅夕阳西下的绝美日落景观。一下飞机我就来到这儿了，哈尔滨果然很美，这里很有创意，我已经喜欢上这儿了。这两天，2024味美浙江实在杭州餐饮消费欢乐季在杭州武林广场举行。活动设置5大主题，开辟超10000平方米的户外全景沉浸式的美食展，让市民游客大饱口福。来看一看啊，我们状元糕、状元粽，我们自己手工制作的啊。活动现场220余家餐饮企业带来了当地特色美食和品牌老字号非遗美食表演等。嘉兴的金庸侠客宴、舟山的小海鲜等集体亮相，摊位前排起长队，还有大包小包购买的市民游客。兰溪的鸡子骨，还有炸的猪肠、奶糕。一来看见温州的东西嘛，特别亲切，就过来吃了，非常好。活动现场共分为浙江印象、海洋美食区、平原美食区等5大主题区域，在超10000平方米的广场上，可一站式尝遍1000余种浙江地方风味。我们是湖州的，然后呢就带了一个状元糕、状元粽，还有一个湖州的特色状元球。现在马上要临近高考了嘛，所以我们带了这个寓意比较好的这个糕粽。都不够卖，也来不及做。我们门店带了个温州鱼丸、鱼饼啊、鸭舌，让当地的就是说市民尝一下我们温州的美味。作为东道主，杭州馆也是绝活尽出。多家新晋米其林餐厅也前来设摊儿，带来自家的限定款菜肴。如这家米其林指南1星餐厅带来的是招牌菜海鲜面和奶冻。每天12个小时，我们很少有做的时间。我们想让米其林也可以比较贴近大众的生活。作为首场味美浙江系列活动，实在杭州餐饮消费欢乐季将贯穿今年4至6月。浙江台报道。5月份以来，随着气温不断的攀升，小龙虾消费逐渐进入到了旺季。那江西的一些小龙虾的主要产区呢，通过发展冷链物流和深加工来拉长销售周期，提升生产效益。在位于江西省永修县的小龙虾交易中心，日均交易40万斤小龙虾，物流网络覆盖全国400多个城市。批发商范长水告诉记者，每天早晨4、5点，他们就开始忙碌，将一筐筐鲜活的小龙虾有序分拣，再放冰块打包送往全国各地。正常的到1万斤左右，现在嘛马上进入高峰期了，大概有4到5万斤每天。有些剩余的没走完的货，这旁边它有几个大冷库可以保藏。近期，由于小龙虾集中上市，造成价格下降，养殖户和批发商会将部分小龙虾送到加工企业，进行调味整虾、虾球、虾尾等产品的加工，通过冷链仓储进行暂存，从而拉长销售周期。我们小龙虾的一个加工企业，每天100吨左右的小龙虾，卖鲜活小龙虾的价值上面可以提升40%到60%。这个冷库和加工厂真正可以实现到一个为老百姓养殖小龙虾兜底这样的一个作用。
据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统计，自2012年以来，我国小龙虾产业发展进入快车道。2024年预计全国小龙虾产量将达到300万吨，但是整个产业结构不均衡，加工占比较低。未来这一产业还有很大潜力。野场产业链在于均衡，做深加工，增加它的附加值。更关键的是呢，集中上市的时候油加下来，我加工厂的收入。以往我们加工厂每年只能干3个月的活，可以延伸到6个月、7个月。现在冷链保鲜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冬天吃的时候跟新鲜季其实差别不太大，延长到1年4季12个月有销售。近日，广东300吨冻棉荔枝解冻上市，冲上了多个平台的热搜。冻棉荔枝和新鲜的荔枝的区别在哪里？价格如何？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记者剥开冻棉荔枝，果蒂呈现乳白色，看上去比较新鲜。试吃的口感，在未完全解冻时，冻棉荔枝更像荔枝冰淇淋；完全解冻后食用，口感接近于新鲜荔枝。目前市面上利用这个技术做的冻棉荔枝仅有一个品种在售，价格79元一包，一包400克。销售负责人表示，冻棉荔枝只是给消费者多一种选择，不是取代现摘现卖。上市后将放在线下商超的反季节水果保鲜区域进行销售。希望呢，我们的产品呢是在那个荔枝季节过后才去的，这样不影响新鲜荔枝的销售。去年6月左右，广东运用超低温冻棉锁鲜技术，保存了200-300吨新鲜采摘的荔枝，今年陆续投放市场。依靠这种技术，广东今年预计能保鲜2000吨以上的新鲜荔枝。目前，工厂正在准备新一批的冻棉荔枝。我们回来的那个原料基本上是经过挑选过，然后我们过程呢，就会为了避免那个荔枝更大的损伤，就用那个人工来过秤。如果按那个产能来说，我们一天大概做2-3万斤。冻棉技术究竟是一项什么样的技术？除了解决保鲜问题，还能解决哪些问题呢？我们继续来看报道。冻棉荔枝研发团队研究员程丽娜向记者介绍，冻棉荔枝用到的是静置速冻，这是一种成熟的技术，在国内外已运用多年。但荔枝冻棉是个创新技术体系。冻结过程中的话，控制它的一个最大冰晶生成带，它这样的话，它形成的冰晶比较细小，且均匀地分布在细胞组织内，这样的话就避免了解冻之后的汁液流失。鲜果保鲜公司负责人表示，冻棉技术运用到季节性强、保质期短的水果，不仅可以尽可能保持水果的新鲜度，还可以大大降低冷冻成本。此外，冻棉技术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果贱伤农的难题。当遇上荔枝大年，冻棉技术能在荔枝产地快速处理大量鲜荔枝，制作成鲜食荔枝产品。不少果农表示，企业愿意收购，有能力保存，荔枝的价格更稳定，他们的收益就有了保障。有保底那个价格了嘛，我们不用亏了嘛。保底价格是根据市场价来的，每年不一样，因为它每年的产量也不一样嘛。除了荔枝，其他水果种植户也可以提前跟销售公司签订购销协议，这样能保证鲜果的损失率同比减少10%以上，实现水果全年销售。今年從佢簽約，估計係交50萬斤俾佢哋。開唔開心啊？開心，咁有一啲技術，咁起碼幫果農解決咗問題啦，唔使話滯銷，係咪？即係起碼提高啲收入。香港特区政府公布了下半年上百项文旅活动清单。特区政府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相比上半年，下半年文旅活动将会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全年访港旅客目标数为5000万。香港特区政府全力推动文旅经济，重头项目之一是7月首次举办武林圣武嘉年华，云集超过1000位武术及舞蹈界人士，进行超过60场表演和活动。文化艺术创意类的活动，下半年有25个。M+ 博物馆6月底起举行华裔建筑师贝聿铭大型回顾展，不少展品是首次展出。10月将举行香港演艺博览，推动表演艺术交流和洽谈交易。下半年有42个会议展览。传统节日庆典方面，大坑舞火龙扩大巡游范围，缤纷冬日及美酒佳肴巡禮等下半年繼續舉行。我哋會相信下半年能夠吸引嘅遊客咧，係比上半年更多，因為當中有部分嘅大型活動咧，佢吸客嘅能力係好強嘅。如果個勢頭係好，一路保持得好，我哋可以衝擊5000萬添。咁但係我諗呢個係需要全個社會去努力啊。
正在香港上映的以九龍城寨为題材的電影票房強勁，政府計劃將九龍城寨改造成旅遊景點。會唔會將部分嘅景呢係可以咧係攞翻出嚟？我哋喺一個適當嘅地方做個擺放，讓公眾人士、旅客咧可以去打卡啦，或者去睇咧。呢個我哋咧係商討當中。特區政府下月會推行全程禮貌行動，每位市民都是禮貌大使，推廣好客之道。東方衛視綜合報道。那對於特區政府公布的上百項文旅活動的安排旅遊業界表示歡迎，期望能夠吸引更多的過夜遊客。不過有意見也認為，這上百項活動太過分散了，難以協調旅行團參加。哈爾濱是最新一批開放港澳自由行的城市。29歲的哈爾濱姑娘盛可欣很想來香港，但吸引她的不是政府推出的文旅活動。我想就是看看香港的街景，就是街道然後拍一些好看的照片，再如果有機會趕上可以看演唱會，我覺得那邊會比我們哈爾濱要就是演唱會的場次要多。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下半年基本上每2天就有一項文旅活動，不過上百項活動對旅行團來說反而比較難協調。旅行團呢一般安排可能2晚，最多3晚，咁所以變咗我哋就真係要選擇下啦。即係譬如話我哋邊啲啱我哋推廣嘅，咁而且門票就係一個問題，門票可唔可以預留一啲俾旅行團呢？咁樣有一啲呢就根本呢一開呢香港已經賣晒啦，係嘛？酒店業界表示，上半年一系列文旅活動吸引不少訪港遊客，但近期入住率開始下跌，期望政府增加文旅活動，能吸引更多過夜遊客。點樣可以令到佢唔係淨係嗰1晚嘢啦？留多幾晚啦，同埋多啲吸引啲中長線嘅旅客呢。有議員期望政府主辦的文旅活動既要注重量，更要注重質。當我哋一年搞咗好幾百個盛事之後呢，究竟去到2025年嘅時候，我哋有冇啲側重點呢？啟德體育園呢講緊係6萬個座位嘅，咁我哋都希望呢真係所謂嘅盛事呢係要諗下點樣係可以坐爆到啟德體育園，咁呢個都可以係一個指標咯。鄭永順表示，政府宣傳手法應更接地氣，期待能吸引更多內地、海外遊客。東方衛視綜合報道。香港特區政府公布下半年文旅活動清單後，新增一項活動，就是動漫《哆啦 A 夢》大型展覽。維多利亞港本周6晚有同一主題的無人機表演。來自未來世界的機器貓將會飛來香港，這次不是坐時光機，而是用無人機。哆啦 A 夢本周6晚7點半將會出現在尖沙咀海濱上空，1000架無人機拼湊出15分鐘的表演，還有本地配音員現身。香港7月到8月將舉行哆啦 A 夢巡迴展，香港是全球首站，也是下半年政府文旅重點活動之一。主辦單位表示，展覽想把歡樂帶給不同時代的人。我中意哆啦 A 夢係，我諗係法寶啦，可以有一啲好 creative 嘅諗法去解決一啲問題啦，同埋佢哋朋友之間嘅感情啦。最重要呢個展覽係幫作者呈現翻好多人哋可能未睇過嘅一面啦，咁我可以俾翻啲粉絲睇啦。本次活動沒有申請政府文旅盛事基金，有議員認為特區政府應主動提供更多資源，帶動文旅盛事經濟發展。其實係唔係都可以喺香港唔同其他嘅一啲比較多遊客會去嘅地方，都有哆啦 A 夢嘅展示咧，咁樣令到成個城市咧嗰個有關嘅氣氛咧都可以熱切起嚟啦。李梓敬預計暑假期間有不少遊客會特地來港觀賞項目，當局要做好交通、大客流疏導等配套工作。香港旅遊發展局昨天宣布，2024年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將於6月15號至16號在尖沙咀維港海濱舉行，屆時將有來自12個國家和地區的超過170支參賽隊伍參賽，逾4000名龍舟健將參與角逐。香港旅遊發展局總幹事程鼎一在發布會上表示，今年還特別設有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週年紀念杯賽。據悉，旅發局還將於端午節當晚在灣仔海濱舉辦以端午節為主題的無人機表演及海上煙花表演。東方衛視綜合報道。這裡是正在為您直播的看東方，稍後您將看到。香港大學調查發現，部分學生以假文件申請入學，中介報價30到40萬，聲稱可以將申請者保送進香港部分高校。台灣台中捷運列車發生持刀傷人案，一名男子刺傷3人之後被乘客制服。
暴隐私、性暗示等等。近日，大学生直播乱象再次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游走在灰色地带的大学生直播该如何治理？又该怎样引导大学生正确的参与直播活动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发现，带有大学生、女大学生等字眼的直播比比皆是。这些直播地点有的在景点、餐厅，有的在校园，更有甚者在教室或寝室。看一下，家人们，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牛仔裤。这是一位大学生在宿舍进行的直播带货。不少大学生表示，宿舍作为大家共同生活居住的场所，这样的直播行为不仅影响他人学习休息，而且也存在泄露隐私的风险。像我们现在课业还是挺繁重的，这个一定会耽误到我们的学业，并且就是作息什么的也会不规律的。他直播前应该还是要取得室友的同意吧，不然把别人隐私泄露了。不分时间、不分场合的直播，在不少大学生主播眼中却是不得已而为之。有些大学生主播陷入经纪公司、培训公司骗局，权益往往得不到保障。为了博取流量，有的大学生还故意穿着暴露，言语暧昧，含挑逗意味。专家表示，大学生直播出现的种种乱象已经产生了不良影响。如果缺乏正确的价值观的引导，一些学生可能会被短期的利益所诱惑，从而忽视个人长远发展的重要性。低俗内容的传播不仅对直播行业的健康发展构成威胁，更是对大学生群体的形象和道德修养造成负面影响。专家认为，面对大学生直播乱象，需要各方通过共同努力，树立起良好的行业规范，将直播转化为促进学生职业发展和职业能力提升的一种积极力量。平台要加强对所有的自媒体对这个直播的一个监管。如果出现涉嫌一些低俗的内容或者是侵权的一些内容，那这个平台应该要对这个直播的这个创作者或者是参与直播的人员要进行相应的处罚以此来明确这个直播的基本的规则。而学校呢，也应该加强教育和监督，确保学生在不耽误学业的前提下参与直播。社会呢，就应该营造健康网络的环境，鼓励创新，同时纠正不良现象。非洲帝王蝎体长可达20厘米，主要分布在非洲中部及南部，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蝎子。日前，首都机场海关截获了一名携带多只帝王蝎肝入境的旅客。日前，首都机场海关官员在对一架入境航班所搭载旅客及行李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旅客的托运行李过机图像存在异常，有部分图像呈现生物形状。官员立即要求该名旅客开箱查验。经查验，在该旅客行李箱中的一个旧茶叶罐内查获3只蝎子肝。据旅客称，蝎子肝是作为药材携带入境。经鉴定，上述蝎子肝为非洲帝王蝎。非洲帝王蝎又名将军巨蝎，是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蝎子，体长可达20厘米。因栖息地被破坏和非法捕捉，导致其种群数量受到严重威胁，属于濒危物种。这名旅客辩解，拿非洲帝王蝎做中药材的理由显然也站不住脚。根据《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规定，除合法持有允许进出口证明书，并按规定办理海关手续外，禁止贸易、携带、邮寄濒危物种及制品进出境。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3只帝王蝎虽然并不是活物，但属于濒危物种的脱水风干制品，海关同样不允许入境。目前，这3只帝王蝎子肝已交由相关部门处理。北京台报道。最近，深圳黄岗海关在例行检查时，一辆客运车上的几个纸箱子引起了官员的注意。打开纸箱，发现里面装的东西竟然是濒危舒适之珊瑚。监控显示，一辆跨境客车当时正经深圳黄岗口岸客运车辆通道准备出境。官员在通道巡查时，发现这辆车的后备箱装有几个纸箱，便进行常规询问。没想到面对官员的正常问话，司机神情紧张，左顾右盼。司机呢，他一会儿说不知道，然后又一会儿说是工艺品，于是就引起了我们官员的警觉，决定对他进行仔细的开箱检查。官员打开纸箱后，发现箱内有2个塑料薄膜包裹的物品。在进一步拆开之后呢，发现是2个疑似珊瑚摆件，
总共重约2.5千克。从肉眼上看，珊瑚呈奶白色，造型优美。原来司机携带的是濒危舒适枝珊瑚，由于司机无法出示允许进出口证明书，现场官员立即对该可疑物品进行截留。深圳台报道。香港大学经管学院调查是否有学生以虚假文件申请入学。有中介公司声称，收费30到40万元就可以保送没有学士学位的申请人入读香港部分高校。内地社交平台小红书近日有贴文附上一封港大经管学院向硕士生发出的电邮，要求学生提供本科电子成绩单和证书进行年终检查。贴文称，起因是一名硕士生涉嫌抄袭，被港大要求提交本科成绩单，但学生未能提供，学校决定彻查事件。港大经管学院初步调查显示，有个别学生申请时提交虚假文件，还发现坊间有中介机构声称能提供保录取服务，为申请人捏造入学申请相关文件。学院谴责不诚实行为，表示如果发现证据确凿，会采取纪律行动，包括但不限于剥夺录取资格、取消学籍注册等，还会和执法机构合作追究涉事中介。香港媒体找到声称提供保录取服务的内地留学中介，中介称能保送没有学士学位的申请人进入香港8家大学，收费30至40万元人民币，会通过一家海外本科院校提供高分成绩单、毕业证等，100%保录到目标院校。香港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周文港表示，申请人入学前，香港各家大学会按程序核实所有海外学生提交的证书正本，呼吁學生不要聽信所謂保錄取服務。我嘅中介同你講，你嚟香港讀書或者唔同嘅過程100% 錄取嘅，你可以都視佢為騙子，而且佢嗰啲收費高昂啦，同埋如果你話你明知自己都唔得嘅，而你都係俾咗一筆錢，同埋你都可能預期得到咧，佢都係造假，你自己冒上嘅法律風險咧，完全唔值得咯。律師陸偉雄表示，如果有證據顯示學生在知情的情況下容許中介捏造申請文件，有機會觸犯串謀詐騙、使用偽造文書罪，最高可判處14年監禁。東方衛視綜合報道。前些天，重慶渝中區發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輛小車在行駛的過程中失控，撞到路邊其他3輛車。年過70旬的駕駛員被卡在駕駛位上無法動彈，所幸經過的民警和周圍的群眾合力救援脫險，身體並無大礙。渝中區交巡警大坪大隊民警劉瑩介紹說，駕駛人年過70旬，長時間駕車休息不足，又沒有進食，導致血糖偏低，加之車輛制動系統有些失靈，因此在經過大黃路一處下坡彎道時，車輛偏離正常行駛軌跡，與停放在道路右側的多台車輛發生刮蹭，肇事車右前部位破損嚴重，車胎爆裂。當時車主損傷也比較大，然後已經卡到另外幾個車子出來不到。交巡警接報後迅速趕到現場，指揮交通，組織救援。然後我們民警去抬也抬不動，然後發動周圍群眾，然後10幾個人把那個車子抬出來了，然後拖車拖起走了去維修了。幸好那個駕駛員穿安全帶，他沒得任何大礙的。前2天的早高峰，在車輛繁忙的杭州街頭啊，幾名交警鐵騎卻是帶頭逆行奔跑，怎麼回事？來看一下當時的情況。往裡衝！至5月15號早上8點32分，在金春路上，交警鐵騎逆行奔跑，一路嘶吼的畫面。通過監控探頭可以看到，2名交警鐵騎逆行在早高峰的車流中，他們身後還有1名同事協助醫護工作人員拉着一輛擔架車也在奔跑着。原來就在5分鐘前，一名女士在行走的時候突然後仰摔倒，手腳還不停地抽搐。當時熱心的市民趕緊報警。這時，一名交警鐵騎巡邏經過，立即停車查看，幫他把手掰住，哎，就來扶扶。阿姨不怕？對對對，120就來了哈。現場交警鐵騎立即撥打120，並上報中隊勤務室。當時熱心的市民也沒有離開，撐傘為突發急症的女士擋住直射的陽光。同時協助交警鐵騎幫忙照顧，而這時正在浙醫醫院門口疏導交通的是公安局交警支隊拱墅大隊武林中隊副中隊長孫斌。聽到對講機中傳來的緊急情況後，想到身後就是醫院，自己行動應該更快，於是立即和同事衝進急診室，聯動醫護人員前往施救。在路口，在前面那個路口。好，謝謝。於是就有了開頭的一幕。
先把他弄床上去。那我们能谈吗？孙兵一行人从医院出发救人到返回医院，总共用时不到4分钟。经了解，突发急症的女士姓朱，当天是突发脑溢血，也正是由于送医及时，目前已经没有了生命危险。杭州台报道。前几天，重庆市璧山区消防救援人员在训练途中发现了一辆3轮车发生侧翻，2位老人摔倒在地，于是立即实施了救援。一场拉练也就此变成了实战。当天，金建消防站的20多名队员完成训练后，正准备返回驻地。可是，大家经过碧青路一个丁字路口时，却发现一辆3轮车在行驶过程当中突然失控。这个3轮车直接从那边冲出来，然后转弯过快，没有控制住，然后进行了3次侧倾，最后倒在了我们车的右前方。3轮车的驾驶员是一名老大爷，后面还坐了一名老婆婆。车辆侧翻后，2位老人被压在车下无法动弹。因为当时正值下班高峰，车流量较大，消防队员们一边在现场设置锥形筒，引导其他车辆绕行，一边对2位老人实施救援。发现老爷爷受伤就先将他扶到阴凉的地方休息，老婆婆受伤较重，立即帮他拨打了120。120赶到后，消防队员们又帮忙将受伤老人转移到救护车上。经过医生的检查，2位老人受伤并不严重，目前已经基本恢复。为了能够让超限的车辆顺利地开上高速路，个别司机往往是绞尽脑汁。近日，在重庆綦江区安稳收费站，高速执法人员就查获了一起自作聪明的违法行为。事发当天，收费站工作人员发现2辆外省牌照的大货车形迹可疑。监控视频显示，驾驶员似乎正在地磅上动手脚，于是立即将车辆拦下并报警。当时一辆大型货车正在上道的过程中，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驾驶员，他是拿出了一个撬棍是插入我们的秤台缝隙中，然后呢是把他自己的全身重量压在这个撬棍上，企图通过这个手段呢来卡住我们的秤台，减轻货车上道的一个称重数据。在执法人员的询问下，这名臂力惊人的驾驶员表示，他的货车装载的是煤炭，从宁夏出发到广东，路过綦江安稳收费站下道，准备加气后重新上道，害怕超限超载不能顺利通过，于是才想出了这个昏招。大型货车重量呢可能有40-50吨，而且呢我们秤台呢它也是一个多点受力的结构，它这个行为呢可能起到的效果呢非常有限，但是呢如果一旦是失去平衡或者发生其他的意外的话，很可能会威胁他自身的一个生命。高速执法人员对这位驾驶员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且将该案移交当地派出所做进一步调查处理。台湾台中捷运本周2发生持刀伤人案，一男子刺伤3人之后被乘客制服。本周2中午繁忙时段，一列行驶中的台中捷运列车上，凶徒突然取出刀，从车厢后方开始行动。有目击民众表示，不少人向车头方向跑，有人尝试以雨伞等阻挡，合力将疑凶制服。车上有几个年轻人去把这个嫌犯把他压在门上，那在这跟他做对抗。那我们车上的年轻人里面有2个受伤。捷运工作人员控制列车在市政府站停下，通报警方到场。警方随身摄录机视频显示，20岁洪姓男子躺在列车地板上，警员为他戴上手铐带离现场。但疑凶走到月台时突然挣扎，警员随即将他压制，并由救护人员固定在床上，在警方监护下送院治疗。经初步调查，警方确认疑凶有精神病记录。本周1从高雄乘车到台中，现场查获1把菜刀和2把水果刀，3名乘客被刺伤，2人伤势集中在上半身，没有生命危险。另有1名轻伤乘客务需送院。对于有乘客报称车上紧急通话按钮失效，捷运表示要进一步调查。台北捷运在10年前的5月21号曾发生伤人案，当时造成4死22伤，凶手被判死刑，2016年伏法。东方卫视综合报道。下面有请江波带大家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江波，好的，接下来一起进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近日多名100万级网红全平台账号被封号禁言。那这些网红的共同特点是靠炫耀自己有钱、追求奢侈生活来博取眼球。对此，我们来看一下澎湃新闻的观点呢，是这样说的：这些炫富拜金网红传播的是一种病态的价值观，
一旦轻信，很容易迷失自我，陷入绝望、压抑的情绪之中。这无疑是对受众的误导，对社会文化的毒害。另外，这些炫富内容的真假还存疑，不少网红是在虚构、阔绰人设引流，为后期带货变现铺路的。有的炫富网红甚至欺骗粉丝进行各种收割，影响极其恶劣。所以啊，在禁言封号之后，人们还要追问的就是这些网红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他们的背后是否有策划团队呢？对他们一禁了之还不够，更要查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让公众认清他们的真实面目。那对此，我们再来看一下《北京晚报》的观点是这样说的啊。网上频现炫富歪风，少数网友的拜金主义心理啊，这是一个原因，而平台也难辞其咎。任其做大，已是平台管理疏漏，再把这种账号推送给受众，那就是在扩散毒流量，害人。网络不能任由炫富网红反反复复的出没，平台与其事后处理，不如事前提高审核手段和能力，及时的处理可疑账号，第一时间将其封号清零，这样才能从源头上杜绝网红炫富行为的再次发生。日前有记者卧底一些所谓的论文代写中介后发现啊，这些中介宣称的代写枪手，实际上都是一些论文剽窃者或使用 AI 写作的外行人。澎湃新闻评论说了，论文代写这一灰黑产业长期存在，在 AI 赋能之后啊，更是如鱼得水，以至于一些初中生也做起了枪手，甚至有职高生在代写博士论文。AI 代写也好，写手拼凑也罢，那都是学术造假。如果这些论文真的能够蒙混过关，那该反思的就不只是学生了。这也就说明啊，一些过于机械、只看重数字检测指标的论文评价机制，或多或少的实际上是在倒逼学生去寻求论文代写服务。而对此，我们再看北青报客户端，他的观点呢是这样说的：遏制论文代写学术不端行为，需要加大查处力度，同时要推进教育评价改革，破除唯论文评价。毕业论文指导教师要投入精力，全程参与指导毕业生进行研究以及论文的写作，而不是只给毕业生布置毕业论文任务，就等着他们提交论文了。加强对毕业生撰写毕业论文的过程管理和评价，就是在破除只看论文结果的结果性评价改革，是杜绝论文代写、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所在。近日，语文学习杂志刊登了95岁高龄的特级语文教师于一的文章，请把宽松还给学生。那这篇文章啊，说到一张80年代初初中生的这个课外阅读统计记录，令人感慨万千。记录显示，在2-3个月的时间里面，学生们翻阅报纸13种，刊物67种，中外书籍237本。于一老师啊，不禁发问：现如今我们看到为学生阅读创造的条件啊，可以说非常的好，可为什么落实起来却还是非常的艰难呢？卡点、堵点究竟在哪儿？于一老师认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是至关重要的。要摆脱被学习的状况，学生必须要有自主学习的空间，一定要给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在博文上创造点条件，以宽松的环境造就他们开放的视野、开放的心态，发挥他们好奇、好胜、探索、求新的潜能。宽松的课外阅读才能够让学生在生活当中获得自主求知的快乐。日前啊，有媒体报道，北京一名小学教师在带学生游玩的时候呢，鼓励他们拉歌，可结果啊，孩子们唱的全是网络流行歌曲。光明时评的文章呢，评论说了，这的确是当前我国儿童歌曲的现状。
幼儿园里面多半是在唱老儿歌和外国儿歌，而小学、中学唱的基本上就全是流行歌曲了。对少年儿童来说，儿歌是接受度最高的文学，也是最好的启蒙教材之一。经典传承固然重要，但创作新的儿歌也同样值得重视。让更多的优秀儿歌传唱在孩子们的口中，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景。这当然也需要社会各方的努力，对原创的扶持和鼓励，对网络的净化和维护。更重要的是要走进孩子，了解孩子，这样才能创作出打动人心的真正的儿童作品。好了，这一时段报天下内容就这些，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主播。好的，感谢江波。我们新闻继续。新航客机遭遇强烈气流，紧急在曼谷降落。受影响乘客昨天凌晨搭乘了另外一班飞机返回新加坡，伤者在泰国曼谷的医院继续治疗。美联社引述院方消息说，目前有20名乘客在重症治疗部治疗，其中1人来自香港。紧急降落泰国曼谷的新加坡航空客机，其中131名乘客及12名机组人员，昨天凌晨从曼谷转乘救援航班，于清晨5时许抵达新加坡樟宜机场。新航表示，仍有79名乘客及6名机组人员留在曼谷，包括正接受治疗的人以及他们的亲戚朋友。Singapore Airlines will continue to extend all possible support to them. We are fully cooperating with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on the investigations. 机上乘客主要来自澳大利亚、英国及新加坡等地。有英国大使馆人员昨天到曼谷的医院探望伤者，院方称仍有58人住院，其中20人在 ICU 接受治疗。事故中，一名73岁英国男乘客死亡，初步怀疑因为心脏病。英国传媒表示，遇难乘客和太太本打算到新加坡度假。涉事新航客机由英国伦敦出发，原定飞往新加坡。飞机起飞大约10小时后，在缅甸伊洛瓦底盆地上空突然遭遇极端气流。周二下午紧急在曼谷苏万纳普机场降落。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飞机一度在3分钟内急降1800米。I'm in a lot of pain, and it was quite scary, but yeah, I don't think I'll be flying again for a while. That was absolutely important to getting a sleeper tape every time. Anybody who had a sleeper isn't Indian. 路透社援引气象网站数据显示，侦测到航班飞行路线附近，当时正在快速形成一个强雷暴云团，可能因此导致强烈气流。有气象专家表示，雷暴形成通常伴随强烈上升气流，并且速度很快。如果出现在飞机正前方，飞行员可能没时间做出反应。新加坡总理黄循财表示，会彻查事故，当地调查人员已抵达曼谷。由于事件涉及波音777-312飞机，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派人协助调查。根据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报告，2009至2018年的航空事故中，超过1/3都与气流有关，多数都导致人员严重受伤。东方卫视综合报道。继续关注伊朗总统直升机事故遇难事件。伊朗总统莱西及其他罹难官员的遗体从库姆省转运至首都德黑兰，并于昨天在当地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昨天，告别仪式在德黑兰大学举行，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出席。大批伊朗民众也前往现场向逝者道别。昨天，联合国纽约总部降半旗悼念遇难的伊朗总统莱西。根据伊朗政府公布的安排，今天伊朗还将举行2场告别仪式。随后，莱西的遗体将被转移至他的出生地马什哈德，并于今天在当地举行葬礼。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则将被安葬在德黑兰。东方卫视编辑报道。俄乌冲突已经持续超过了2年的时间，俄罗斯又有了新的动向。俄国防部发布消息说，俄南部军区在总参谋部的指挥之下，已经开始第1阶段非战略核力量演习。演习内容包括如何获取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系统专用弹药装备导弹，并秘密移至发射区准备发射。此外，俄空天军航空部队正在演练为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航空兵器装备特殊弹头，并飞入指定的巡逻区域。昨天，俄罗斯国防部再次强调，演习是对西方官员挑衅性言论和威胁的回应，旨在检验非战略核力量执行战斗任务的战备状态。
非战略核武器又被称为战术核武器，是近年来俄军武器装备的发展的重点。那这次第一阶段的演习动用了哪些战术核武器？可以通过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视频一探究竟。从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演习视频来看，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最为抢眼，包括弹道导弹和陆基巡航导弹。其中，伊斯坎德尔 M 战术弹道导弹最大射程480千米，可携带核弹头或480千克的常规弹头，其末端制导包括雷达末制导、图像匹配制导和光学制导3种选择，命中精度在30米以内，具备很强的精确打击能力。另外，在演习中亮相的伊斯坎德尔 K 陆基巡航导弹有2种型号，9M728和9M729，可携带核弹头或常规弹头。9M729导弹为9M728导弹的现代化升级版，据称增加了弹头的重量和改进型制导系统，弹长增加53厘米，命中精度更高。除了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此次演习还动用了图 22M3 轰炸机、米格31K 多用途截击机以及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最大射程接近2000千米，最大速度达到10马赫，可携带核弹头或常规弹头，由经过改造的米格31K 截击机或图 22M3 轰炸机携带。去年3月，俄国防部宣布，采用匕首高超音速导弹摧毁了一处乌军大型导弹和航空弹药库，这是该导弹首次参加实战。对于此次非战略核力量演习，俄国防部强调是对近期西方一系列挑衅性言论和威胁的回应。而就在俄罗斯开始演习的当天，欧盟理事会通过系列法案，批准使用俄罗斯央行被冻结资产的收益为乌克兰提供援助。俄乌冲突升级后，作为对俄制裁的一部分，欧盟冻结了俄罗斯央行价值约2000亿欧元的资产。欧盟境内约90%的被冻结俄资产由总部位于比利时的欧洲清算银行控制，这批资产每年产生约30亿欧元利息。根据欧盟新规，乌克兰将获得自今年2月15日起产生的净利润。根据欧洲清算银行估算，从2月15日算起，这批冻结资产大约产生了5.57亿欧元的净利润。这部分收益中的90%将通过欧洲和平基金框架用于对乌军援，另外10%将纳入欧盟预算，用于支持乌克兰的国防工业能力和重建需求。资金的分配将每年进行一次审查。而在1个月前，美国众议院也通过对外援助法案，允许拜登政府没收被美国银行冻结的数十亿美元俄罗斯资产，以支付乌克兰的重建费用。此外，七国集团还将磋商用俄遭冻结资产的收益给乌克兰放贷。对此，俄方多次警告，西方没收俄资产的行为无异于偷窃，必遭俄方反制。当地时间4月25日，俄罗斯圣彼得堡一家法院下令冻结美国摩根大通银行在俄近4.4亿美元资金。上周末，俄罗斯圣彼得堡和列宁格勒地区仲裁法院又裁决，扣押德意志银行在俄共计超2亿欧元资产，以及没收意大利联合信贷银行超4亿欧元资产。在俄乌战场上，哈尔科夫战线成为了近期的焦点。面对俄军的进攻，如何阻止俄军进一步向纵深突破，成为了乌克兰当前的战略重点。据多家俄媒21日报道，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州沃尔昌斯克市北部地区。哈尔科夫州与俄罗斯接壤，该州首府哈尔科夫是乌克兰第2大城市。连日来，俄军已在哈尔科夫州控制10多个居民点，并持续攻打沃夫昌斯克镇、利普奇村等战略要地。与此同时，俄军在东线继续进攻巴赫穆特附近的高地城市恰索夫亚尔，以期为后续进攻占据有利位置。21日晚，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当天发生了86次战斗，俄军试图在多个方向突破乌军的防线，乌武装部队击退了俄军的进攻。不过，虽然哈尔科夫战事紧张，俄总统普京却表示，俄军无意占领哈尔科夫。当天，联合国难民署表示，当前哈尔科夫局势恶化，人道主义需求激增。据统计，乌克兰方面已经从哈尔科夫州撤离了上万人。另外呢，为了能够帮助乌克兰顶住俄方的攻势啊，美国及其北约朋友也是加紧摇人凑份子。当地时间5月20日，
奥斯汀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同50个国家和地区防务部门高级官员举行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视频会议，协调后续对乌军援情况。自美国总统拜登上月签署包含610亿美元对乌援助法以来，美国已向乌克兰交付价值14亿美元武器，并支取60亿美元资金向美国军工企业订购援乌武器。近期，美国同意发往乌克兰的军事装备包括海马斯火箭炮及适配火箭弹、爱国者防空系统和国家先进地空导弹系统所用拦截弹等。此外，在当天会议上，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家还支持德方加强乌克兰防空的倡议，承诺向乌方提供更多防空导弹。目前，该倡议已筹集近10亿欧元资金，用于保护乌克兰免遭空袭。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出呼吁，要求西方盟友更直接地参与冲突，比如帮助拦截俄罗斯在乌克兰上空的导弹，并允许基辅使用西方武器对付聚集在边境的敌方军事装备。他还强调了乌军对西方防空系统和战机迫切需求。300 літаків росіяни застосовують по території України. Нам потрібно хоча б 120-130 літаків, щоб протистояти в небі. Не можете поки що дати? Окей, знов повертаємось. ППО не можете поки що, F-16 поки що не можете. Повертаємось до літаків, які у вас є.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56分。下面让我们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国际邮轮靠港补给新规6月1号起施行，多项举措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相衔接，畅通国际邮轮靠港补给渠道。海关正在建立健全公船物资分类管理措施，专门增设邮轮直供物资公船方式。青岛港开通今年首条墨西哥集装箱航线，新航线共投入8艘4000标箱以上的集装箱船，实行周班运营。青岛作为国内出境港，从青岛出发仅用20天即可直达墨西哥，是国内最快到达墨西哥的挂靠港，进一步提升了以黄河流域地区为主的商品进出口企业市场竞争优势。广西每周2、4、6常态化开行中越跨境快速通关班列。中国南宁南站至越南安源站运输时效稳定在14小时左右。当前，广西始发的中越班列发运量在全国铁路出口越南集装箱货物中占比达80%。南宁国际铁路港已初步成为全国铁路出口越南的集散中心。京津冀3地社保经办部门联合推出社保参保登记、养老和工伤待遇资格认证及关系转移接续等11项社保帮办服务，并编制服务指南。下一步，3地将持续扩大帮办服务窗口网点，加强3地之间交流合作，共同提升社保经办服务水平。挪威、西班牙、爱尔兰分别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对此，以色列反应激烈，以外交部长卡茨发表声明，下令召回以色列驻爱尔兰和挪威大使。韩国首尔市政府宣布，将从9月起实施新版废弃物管理条例，禁止在由首尔市政府举办的预期参与人数超过1000人的活动中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组织方还将被强制要求在活动策划阶段就制定减少废弃物的计划，以养成注重环保的习惯。好，节目的尾声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上海的天气。今天云系比较多，气温起伏不低啊。全市的最低气温是在18到20摄氏度之间，白天的最高气温能够达到21摄氏度，东到东南风3到4级，但是相对湿度有些高，中午前后略为闷热。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感谢你的收看，再见，再会。